很多人认为新加坡能在中美两大国间游刃有余，靠的仅是李光耀留下的政治智慧与实用外交。但我今天想跳出传统框架，分享些真实数据。新加坡国土仅730平方公里，不到伦敦一半，连日常饮用水都长期依赖马来西亚。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脆弱的岛国，却拥有东南亚现代化程度最高、密度最惊人的军事力量。这在地缘政治中非常反常。我们完全没有战略腹地，在极端限制下，新加坡是如何建立起这套令人敬畏的高效打击网络的？答案就藏在每年高频次、跨越全球的联合军演中。要理解新加坡对联合军演近乎执念的重视，得先看看我们面临的极端地理局限。摊开地图，新加坡犹如一颗钉子，死死扼守马六甲海峡。每年全球超 25% 的贸易和能源补给由此经过。但这优越位置是把双刃剑，意味着我们身处四战之地，退无可退。1965年被迫独立时，建国领导人面对的是没有军队、纵深和资源的绝望开局。这种生存危机感决定了新加坡国防的底层逻辑，必须倾尽全力打造一支具备强大威慑力，能让潜在对手付出沉重代价的武装力量。这就是毒虾战略，谁想吞下新加坡，就要承担长穿肚烂的后果。然而现实骨感，本土700多平方公里全是高楼，重金打造的装甲旅根本没有战术训练场地，远程火炮一旦实弹试射，炮弹可能直接越过边境落入邻国，引发外交危机。这种先天条件注定国防部署不能仅限国内，高频次联合军演和长期海外驻训成了突破地理枷锁的唯一方式。既然本土装不下这支军队，那就大胆派到国外去。但这绝非简单拉练，跨国租场地背后蕴含着极深的地缘政治学问。所以联合军演对新加坡绝不是走过场的外交秀，而是国防空间向外延伸的战略工具。这不仅是基层士兵的简单训练，更是获取海外优质训练场地的核心手段。最震撼的例子就是我们与澳大利亚签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加坡豪掷约17亿美元，在澳洲昆士兰州大规模扩建专属训练区。这个训练区总面积是新加坡本土的10倍以上。依托这片广袤土地，每年我们能派出14000名士兵，进行长达18周的实弹演习。大规模装甲集群的高速突击协同，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根本无法实现。不仅是澳洲，新加坡空军最精锐的 F-15SG 和 F-16编队常年直接驻扎在美国爱达荷州和亚利桑那州基地，甚至斥巨资订购的 F-35B 隐形战机交付后，也会先留在美国深度磨合。通过高规格跨国驻训，新加坡不仅融合了北约战术体系，更巧妙在海外构建了具备强大实战能力的第二级反击力量。这意味着即使本土遭遇毁灭性突袭，分散全球的精锐部队依然能迅速集结，做出致命反扑。这种未雨绸缪大幅提高了对手发动战争的计算成本。把主力军队放海外，既是地理受限的无奈，更是精密计算的绝对理性。对这种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的布局，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见解。当然，有了硬实力兜底，精妙的外交平衡是另一关键。然而，这种向外的战略布局，最考验政治智慧的是如何在当前剑拔弩张的中美竞争中，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密切联系并顺利军演。这需要如同走钢丝般精准的政策制定。仔细拆解新加坡与中美军演的科目设置，你会发现隐藏着极其克制的政治考量。面对美国，我们的军演侧重深度互操作性。以美新突击队双边演习为例，重点往往是复杂电磁环境下的高端空战、底层数据链共享及第5代战机的深度协同。不可否认，新加坡是美国在东南亚最核心的安全伙伴，
当年修建张仪海军基地时，我们就极其有远见地加深了港池吃水，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能直接停靠美国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提供后勤补给。但这绝不代表新加坡在安全上会盲目依赖单一国家。硬币的另一面，新加坡同样会高调和中国举行合作系列陆军演习及海上联演。有意思的是，中新军演的科目往往被严格限制在反恐维稳、城市巷战、海上人道搜救及扫雷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这种精明且差异化的策略是在向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在底层防卫和技术路线上，我们确实与美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但在宏观政治立场上，新加坡绝对不参与任何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对抗和军事围堵。通过严格区分军演科目，新加坡完美实现了高难度战略对冲。不过，动荡时代只靠左右逢源仍有风险，因此新加坡的战略布局远不仅于此。发展到今天，联合军演早超越了单纯提升战斗力的范畴，升华为新加坡巩固区域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在东南亚这片复杂地缘中，小国最担忧的从来不是被忽视，而是失去被大国利用的战略价值。为避免边缘化，新加坡通过频繁主办和参与高级别多边军演，如历史悠久的5国联防安排，成功将自身确立为亚太安全架构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当我们的防御系统中运行着不同大国的顶尖武器，并能与周边国家进行情报共享时，新加坡就不再是地图上可有可无的岛国了。我们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安全利益交汇点和超级枢纽。任何试图武力改变马六甲现状的举动，都会瞬间触动所有利益相关国，引发强烈国际干预。为支撑这庞大网络，新加坡极其舍得花钱，每年国防预算高达110亿美元，常年占 GDP 近 3%， 在东南亚稳居前列。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不仅是为采购 F-35 战机或潜艇等硬核装备，更是用实力购买参与顶级国际安全对话的入场券。如果没有长期军事投入和联合军演建立的跨国利益网络，每年在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我们作为东道主的主张就不会产生实质地缘影响力。说白了，没有坚实的炮管子做后盾，国际谈判桌上的讲话根本没人会听。跳出战术细节，宏观审视新加坡这套安全战略，我们会清晰看到一个残酷且现实的规律。在丛林法则适用的世界上，弱国无外交。这不仅是教科书上的历史经验，更是波诡云谲的国际关系中颠扑不破的常识。新加坡能在极度极化、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挺直腰杆，维持战略自主，靠的从来不是对大国的卑躬屈膝或一味讨好，而是实打实建立在强大威慑力之上的硬核军事准备。每一次战机升空，每一场跨洋军演，都是新加坡用庞大预算和长远规划，为这个脆弱岛国一寸寸拓展宝贵生存空间。对其他身处复杂地缘的中小国家来说，新加坡几十年的国防建设无疑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成功案例。它告诉世界，只有真正具备让对手忌惮的防御能力，大国才愿意在谈判桌上平等倾听你的诉求。归根结底，绝对实力决定了你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如果你对国际局势分析感兴趣，请务必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感谢耐心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